有一天我洗完澡，发现自己的手变得皱巴巴的，这个现象其实在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绝对是因为液体的渗透作用导致的。但我最后查了一下，结果就发现又被上了一课，就感觉自己真的是太天真了。就是说，往往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甚至是一个未解之谜。好，那我们就先说一下被广泛流传的渗透作用。那这个现象我们在小学的时候都学过啊，说的是现在有两种不同浓度的溶液，中间隔着半透膜，半透膜可以让溶剂分子通过啊，但不允许溶质分子通过。那么这个时候，水分子或者其他溶剂分子从低浓度的溶液通过半透膜进入高浓度溶液的现象，就是渗透作用，对吧？那么根据这个现象，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当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啊，手指的表皮细胞就会吸水膨胀，膨胀的外层皮肤它的表面积就会增大的。但是这个时候外层皮肤又紧紧的依附在了下层皮肤上，然而我们知道下层皮肤它并没有膨胀，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在下层皮肤的拉扯下，外层皮肤就只能通过起皱来增加它的表面积了。那这个解释看起来非常的合理，对吧？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个解释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啊！你看，如果真是渗透作用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身体其他地方的皮肤不会因为泡水而起皱呢？对吧？那我相信你没有见过谁泡完澡以后全身都是皱巴巴的。那为什么只有手和脚才会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我们其他地方的皮肤就不吸水了？啊？那当然还是会有人争论说，这是因为手和脚的皮肤很厚啊，很容易肿胀和起皱。但问题是，只要你细心的观察，就会发现，当手指起皱的时候，其实手指的体积它减小了，而不是增大了啊。如果真是吸水膨胀导致的话，情况应该是相反的啊。所以渗透作用并不是手指起皱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有人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当时有一位医生就发现，正中神经受损的病人与该神经相关的皮肤区域就没有了水皱现象。这部分神经是影响手部运动和感觉的主要神经之一。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图片，就是正中神经受损以后，从大拇指到中指都没有了水浸起皱的现象，但是无名指和小拇指是正常的。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才认识到水浸起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渗透压，而是一种与神经反应相关的现象。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水是如何刺激到交感神经的？那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研究结果，但有两个相互争论的点啊，一个是表皮电解质失衡导致的交感神经反应啊，也就是说，当渗透压让水进入手脚汗腺的时候，就会导致电解质失衡，然后就引起了这个交感神经反应，进而就造成了血管收缩、体积减小，向下拉动皮肤，就造成了褶皱。那其次就是，当水浸泡在水里以后，就会导致汗腺分泌过多的汗水无法及时的排出，然后就刺激到了交感神经啊，就会导致血管收缩，又向下拉动皮肤，造成了起皱的现象啊。可以看出，不管是刺激交感神经的机制到底是啥，那关于手指起皱的问题，我们确切的知道是血管收缩导致的，并不是我们认为的渗透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或者说水浸起皱在生物进化上如何解释？那目前我们认为手还有脚的起皱是我们进化出来的一种特殊的能力，目前只在个别灵长类动物的身上找到了这种现象，那么绝大部分的动物都没有。这种现象对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它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的手和脚在潮湿环境中的摩擦力啊，可以让我们在水里站得更稳，抓握能力更强。比如说你洗碗的时候，这个现象就非常重要了。那为此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还专门进行了一项实验来验证过这个想法。那根据要求，参与者用正常的手，还有一个在40摄氏度的温水中泡了30分钟起皱的手去拿水里的玻璃弹珠，结果就发现用起皱的手指捡弹珠的速度比用干燥的手指快了12%。这就说明起皱的手确实可以提高我们的抓握力和摩擦力啊。可以看出，有时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理所当然的现象越不好回答，因为这些现象往往会直戳事物的本质啊，这是最难回答的。比如冰为什么很滑啊？自行车为什么不倒？飞机为什么可以飞起来？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如果你深究的话，都会遇到难以回答的本质问题啊。所以说，生活中的未解之谜还有很多，我们人类现在才刚学会了走路。不过只要我们一直往前看，保持好奇心不灭，终有一天我们能够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